我去屏东那个信公出口猪肉到日本，他还是国民党中常委呢，他很支持。嗨，大家好，这里是庶民锦鲤，我是鱼弟，韩国鱼的鱼，兄弟姐妹的弟。麻烦大家在看这个视频之前，先给我们视频点个赞。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庶民锦鲤的，麻烦也订阅一下，我们非常需要您的支持。昨天，台湾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在接受立委蒋万安质询的时候，闹出了一个大笑话，声称自己跟信公实业很熟，并称信公实业也支持莱猪进口。没想到，到了昨天晚上，就被信公实业打脸了。因为信公实业它是一家猪肉的后期加工的一个出口企业。对于莱猪进口这件事情，如果他们是支持的话，那他们这些出口的成品的一个猪肉将会受到国际市场的一个严格的一个检验，甚至是拒绝进口。所以说他们必须要发这个声明来澄清自己，否则他们企业以后也别玩了。我们今天暂且不说这个事情的笑话是怎么好玩，只是这件事情让余弟我不由得想起了北京酒局上经常出现的一个角色，这才是有趣的。之所以称他为是一个角色，因为这是一类人，但是呢，他不是特定的某一个人，而且在北京的很多人都会有意无意的成为这种角色，因为在北京自元朝开始，它就是皇城，生活在此的人物都会可能跟官场产生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关系。谁也不知道在路上遇到的某位大爷，是吧？他衣着很普通的，是吧？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皇亲国戚的身份，或者说他背后有多么强大的官场的人脉或者怎么样，谁都不知道啊。因此在北京也孕育出了这种特有的一个角色，它叫什么呢？叫庄家。这个庄家不是我们赌场里做庄的那个庄家，也不是表现出对事情很专业的那种专家，而是庄家，装扮的装啊，是超级能装。这类人你没法说人家是骗子，只能夸人家是庄家。超级能装，庄家是不骗的，而是通过演技让老板们觉得他是个大人物，人脉广阔，根基深厚，值得结交，有事肯定能办。达到这个目的是要有水平的，演技要好，摆谱要摆得到位，能在不动声色间征服那些外地来的老板，让老板们愿意拿钱来投靠，然后再拿着老板的钱运作事情，一方面满足了老板的愿，一方面也壮大了自己的根基。网上流传的某个庄家，其真实身份是中央顶级单位的后勤部门的一个芝麻小官，也就是我们说的小吏，估计就是管供暖这类的小事。这位庄家官小谱大，在饭局上一坐，气质平静中藏霸气，风范随意中显智慧。说他是多大的干部，你都觉得像一个湖南老板初次和此庄家见面，即被征服。
湖南老板问庄家在哪高就，庄家答为中央首长服务。老板来了兴趣了，接着问具体在什么部门，庄家没急着正面回答，反问道：你们现在的省长是谁？老板答是某某。庄家想了想，从名片夹里掏出一张名片道：是这个人吧？上个月我还见过他，又请我去湖南玩，实在是没时间。老板见庄家很随意就拿出了省长的名片，立刻很崇拜，这背看着就驼了下来，恭敬地向庄家要电话。你看看，庄家真没说假话，中央工作省长名片可都是真的。至于你要把它想成是大高干，有能力帮你办成大事，那是你一厢情愿的事情啊，跟庄家无关呐，对吧？后来湖南老板跟庄家就跟得很紧，花钱主动积极，给庄家送了不少钱，办了一些小事，老板很热情，庄家很欢迎，只是真实的能力有限，给不了老板想要的回报，让老板无比郁闷，可是又无话可说。湖南老板嫩，有张省长的名片就了不起吗？省长去中央办事，跟煤老板去能源部办事差不多，遇到人多的场合，名片肯定是群发嘛，闲杂人等拿一张有什么稀奇的？当然了，老板嫩是一回事，庄家装的特到位也是真的，那谱摆的太像大领导了。眼下的北京的饭局，纯骗子已经很少了，庄家的数量也很大，水平有高有低，手段不尽相同，几乎所有的北京人都会有意无意的去装一回呀，目的和骗子近似，忽悠老板拿钱找他们办事。除了那位中央供暖处领导把省长名片当道具，还有教育部收发室的负责人被随行的托介绍成了机要处的负责人，比比皆是了。北京的庄家只是可有可无的小利，你这台北的行政院长怎么也学着北京的小利做庄家呢？当然了，北京的庄家是以在中央为首长服务为词来装的，企图让人以为他也是大官。而台北的院长呢，是以认识基层来装，企图让人以为屏东的养猪户都支持来猪进口，他很接近平民，是吧？但至少北京的庄家声称的在中央为首长服务是真的，而你苏贞昌声称的信公支持来猪进口，那就是假的嘛，就是造谣，就是欺骗嘛。好了，我们也就但愿台北的这位骗神、骗鬼、骗人民的庄家苏贞昌院长继续交好运。当然，北京的庄家至少没有骗，说苏贞昌是台北的庄家，还是有点侮辱了庄家的这个名号。苏贞昌这样的行为真的连庄家都算不上了，充其量只是原始版的酒局骗子而已啦。如果你觉得苏贞昌像庄家很低劣的人品的话，那就给我们点个赞。好，再见，谢谢。